我就像一个探险家一样，然后到了一个这个就是杂草丛生的一片土地，突然想建这个东西，然后突然又想把这个东西改掉。很多人都会跟我说一句话，就是说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的专辑是这么做的，各种改、各种尝试、各种学习，进一次录音棚就感觉把一整年的那个声乐课上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本月 NTV 头号人物有长进。我对我的梦有种迷恋，大于痛苦，大于这世界。这个名字的由来呢，其实是我在学校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运动会嘛，就是每年都会用不同吉祥物，然后有一次就用到这个阿佐拉，然后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，然后大家所有人都改了那名字，就阿佐拉阿佐拉什么什么什么，我不知道现在改了没有那政策啊，就是以前是 Facebook 上面只能用5次名字，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阿佐拉签是第5次，然后再也改不了了，然后就是运动会结束过后大家都改了，然后就是我的名字一直留在这里，然后当我过后去比赛还是去怎么样的时候，就开始出去接触朋友的时候，大家可能会更习惯叫我上面这个有名字，就是阿佐拉钦，我觉得就这样习惯用了，然后后面开始又办了那个 Instagram， 然后就也用了这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一个缘分。这一次的专辑呢，就是为什么叫 Azora Land 呢？我觉得这个专辑就像我的一个净土一样，里面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情绪、各式各样的情节、各式各样的故事，然后我就把我每一个我想表达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就邀请别人来参观，这样。花不是终点，也会相遇后各自走远。筹划了很久，到现在还在筹划中。后面会发现，很多歌就是不太适合，觉得这感觉不对。我就像一个探险家一样，然后到了一个这个就是杂草丛生的一片土地，在这个地方突然想建这个东西，然后突然又想把这个东西改掉还是怎么样，所以让大家看到的东西都是一直都在改，然后包括到现在还在改，所以他们都说跟我一起工作的挺可怜的。其实大家问过我很多什么风格，我觉得其实没有想要把框框是那么多风格，我觉得只要我喜欢，然后只要我唱了这个风格就是属于我。所以为什么我想说就是阿佐拉 land， 就在里面我是做了各种尝试，然后各种研究，就好像一个研究家一样，就是各种研究各种冒险，然后就让大家看一下。我不管这个东西好与坏嘛，可是就是这个是我最直接，然后我喜欢的东西，然后让你们看到。如果要立一个标签的话，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充满冒险还有实验性的一个专辑。就是我们现在坐下来，很多人都会跟我说一句话，就是说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的专辑是这么做的，各种改，然后各种尝试，然后很多句子跟段落都是跟制作人慢慢磨出来的。我觉得每一件事情，只要他在努力的长进，在努力的变好的那个方向的时候，肯定是有困难的。与其说困难的话，我觉得更多是学习，跟很多老师们啊，然后都是各种学习。进一次录音棚就感觉把一整年的那个声乐课上完，特别多细节。不用被看见，谁又能生来拥有一切？一无所有，不是命中注定的语言，所以我要自由的明天，
也许贪婪，也许平淡，我不会改变。选择孤独，不可以哭。再多的伤痛，我也不认输。当时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说好，我专辑一定要他，而且就发他了第一首。每个老师写词都写得挺好的，可是没有一见钟情那种感觉。可是当这一版歌词下来的时候，就是前面就两句话，然后我就觉得不管后面写的怎么样，就是他了。这首歌既寂寞，可是你又觉得它充满了那种心一样，就是他可能这个晚上只有他一颗，你可能没有发现他可能被乌云挡起来了，可是他依旧在努力的在闪耀着，给我感觉就是一颗星的夜，这个画面感特别强。然后包括就是最后一句那个，就像只有那一颗星的夜，是我执行原本是另外一个歌词，然后我就觉得必须把这个重点加强，所以我就把前面的一些句子，然后就跟老师讨论，然后就把它挪在这边，然后改了几个词。很多时候大家都很迷茫，可是迷茫的之余，大家又谁懂？可能大家看我现在我现在在录制节目中，然后可是你不知道我刚刚发生什么事情，可是我不想把这个情绪发给你。我相信很多人其实都有这个 moment 在，所以我想说，为什么第一首歌就想用这首歌，就是想让大家在有这 moment， 你不想让别人知道说你听这个歌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有在内心找到一个慰藉吧。告诉自己没辜负这一夜。我看过，而且他们都有才华。我就4个字吧，得来不易。因为我私下我不是那么矫情的人，其实我也不想把那种我寂寞，我以前很难，然后我很多挫折过来。其实你有挫折吗？肯定有，可是我特别不想把这放大。所以这首歌的你去看歌词内容，你就不会觉得我只是轻描淡写的说这件事情，然后我依旧会说下去，我不辜负自己，然后我觉得我对得起我曾经做过的决定就够了。告诉自己没辜负这世界，就像只有那一颗星的夜。我不知道大家看到那个宣传片的时候有没有看到，就是我在一个很大的楼层里面，然后就是特别空旷，这个 building 里面可能就我一个人。它是一个氛围挂的东西，内心世界其实是丰富的，仔细去理解，然后包括就是导演的一些想法，很多其实也跟这个歌息息相关。而且我跟我经纪人也说过，就是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在酒店里面看着窗外那种车水马龙的感觉，而且我觉得这个氛围可以给我特别大的灵感。是因为一颗星的夜特别代表了我从小到大在这条路上走过的痕迹。我是很喜欢看电影的，
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，就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听到我不会觉得难过怎么样，可是我听到身边的，还是我听到一件故事会特别难受的人，所以在这方面会比较有算共情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本月 NTV 头号人物尤长靖。不是终点，也会相遇后各自走远。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属于我的高糖和脱糖的小故事。第一个，一颗星的叶呢，我为什么会觉得它是高糖和脱糖中间卡这中间，是因为一颗星的叶特别代表了我从小到大在这条路上走过的痕迹。这一条路上有开心，也有可能就是比较辛苦的地方，可是都有走过来，所以我就打在中间。一个人记得呢，主要就是因为这首歌主要太有点悲了，就所以它是脱糖。歌唱比赛呢，像我中间吧，获奖的时候也很开心，练习唱歌的时候也很开心，可是也有压力的时候，所以我觉得也是卡在中间。然后离开家乡，那可能就是不能说脱糖吧，就是低糖，就是特别就是不可能是离开家乡，我很开心，怎么样？然后做家务呢，卡在中间是，我打个比方做饭吧，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做饭，可做饭很累，可是当你看到别人吃你做的饭的时候，就是很满足，所以卡在中间。太像了。那天我确实有点慢，因为前一天可能睡得比较晚，所以今天有点困。然后初次登台呢，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歌曲叫《小乌龟》，它是特别浪漫的一首歌曲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高糖的。收到信件的时候，我印象中我第一次收到信封的时候是，好像是签了公司之后才收到的，然后大量收到的时候就参加偶练的时候的那段时间，然后会发现哇，别人给我写信真的是好特别的感觉，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没有收到别人的那种告白信，你懂吗？因为班上同学不是有时候他们会传纸条，我从来没有收过，所以当我收到那么多，然后都是大家对我的喜爱，然后称赞的时候，我是觉得还蛮幸福的感觉。尴尬吗？我觉得他们夸我的时候，我就挺害羞的，不能说尴尬，可是他们很喜欢看我害羞。然后食物呢，这段时间在减肥中，所以还是希望就是脱糖、低糖。旅行呢，我觉得出去旅行就应该要开心，所以是高糖。遇见idol，那这个不用说了，肯定高糖。然后宠物可爱高糖，就最近在这个节目里面，就是有宠物，然后把它带走了，我自己养。我觉得要看怎么样去说这个情歌。你要说情义上的东西也叫情歌，爱情也叫情歌，亲情也叫情歌。然后只是我觉得，如果这首歌硬要说的话，我觉得是从我意义上的第一首爱情歌曲。主要想表达就是两个人分开了过后，只要一个人记得，我觉得那个就够了。
就是我是很喜欢看电影的人，然后其实我是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，就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听到我不会觉得难过怎么样，可是我听到身边还是我听到一件故事会特别难受的人，所以在这方面会比较有算共情吧。中文歌曲就是会磨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，然后就是他只要改了一个字还是一个细节，可能是发音问题还是怎么样，就是你会觉得整首歌不一样，然后整首歌味道都不一样。其实我一直以来我觉得我中文挺好的，反倒是这些工作的行程下来，就各种讨论过后，我真的会发现中文很美很奇妙，就是它可能一个字变了，然后它整首歌的意境都不一样。真的可能就是还改成也，这个整首歌就不一样了。选择孤独，不可以哭，所有付出换我自由的路。花不是终点，也会相遇后各自走远。以前我觉得自己还没做好当偶像的准备，以前的概念是觉得偶像必须要完美，不管是长得好看还是瘦啊，还是腿很长啊，还是就身材很好，唱跳还是各方面都要很完美。然后可是到后面呢，我觉得有时候偶像其实更像是一种信仰，我可以在这个人身上学到很多榜样，可能就是某个特质，我看到他我就很开心，在他身上我可以学习到一个点，我觉得他就是可以叫偶像。现在我是这么理解的。我觉得他们最暖心的就是不管外面下大雨还是很热，他们都会依旧等，然后等一整天，然后在外面帮我应援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个氛围。接下来我们看的是你们给我做的连环画，然后看一下你们说了什么。要不要给我的稀有宝贝分享呢？听说唱歌和美食都会让人给人正能量哦，哈哈哈！好，在台上吃给你们看，因为他们很喜欢看我吃播，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直吹吃播这件事情。那肯定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。这是最近在节目上的，然后叫可爱树懒。在线洗碗，真的太累了那一天。可我自己看的时候，我都会发现怎么那么慢。这个人，他们有老是说我穿格子衫，可是我觉得格子衫比较好搭。哇，这就是这段时间就是的西游海特别美。那时候他们就问我，哎，刘洋静什么时候要出歌？然后我说马上。然后他们那时候在网上特别逗的时候，他们就说他们以为的马是正常的马，没有想到我是那种小木马，就跑得特别慢。他们这马很快了，现在他们在网上又有新的一波，就是说现在马是那种乱马奔驰，出来的时间太快了，就没有想到就发那么多歌，就一路以来大家支持我，然后真的特别感动。然后特别是大热天还是下大雨的时候，你们在外面等，我知道他们很多还是小姑娘啊，特别就是在外面特别不安全，有时候就是特别晚的时候还在等我，有时候会花钱送我的东西。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把这个钱省下来，因为我现在也有能力赚钱的，我觉得储蓄是要养一下这个习惯。